台灣突破華人文化死局，鍾祖康闊別台灣2年後又去一趟，發現台灣人現在最憂心的不是中共武力犯台，而是中共對台灣經濟從蠶食到鯨吞。顯然，台灣必須認真增強經濟競爭力，盡力給台灣人裝備一些非中國大陸民眾所能輕易學會並取代的能力，提升台灣人在國際環境的生存能力。否則，台灣今天從中國虎口幸存而來的文明水平，很容易隨着被中國大陸經濟蠶食鯨吞逐級下降，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大不幸。雖然台灣跟世界一些人間盛景相比還有距離，但我每一次去，總覺得我在傳統華人社會久已形成的灰暗人生也忽然微亮起來。我已於10多年前開始造訪台灣之前，一直無法相信華人社會是可以發展成這個樣子。我無法想象奴氣淡薄、文藝氣息四溢的華人社會如何可能，也無法想象一個華人社會可以接近於均貧富，而不是如中國大陸、香港等典型華人社會那樣，富者家財動輒成百上千億港元，貧者以垃圾為食。當然，最讓我難以想象的是，華人社會居然可以發展到普選最高領導人，這個完全違反華人文化格局，其實是文化死局的文明水平。中國的極限巨型新加坡，台灣的文明水平拋離中國大陸有多遠？說100年當然是太小，即使說1000年也很難說太多。任何一個不為大漢族主義所困的人，都會難以確定中國大陸1000年後就一定可以趕上當前台灣的文明水平，更不要說台灣1000年後的文明水平。原因很簡单，以中國大陸目前依然死守晚清以來的中學為體、西學為用、莫談國事、小心煙火的體用模式，用共產黨的摩登詞彙來說，就是經濟掛帥，穩定壓倒一切，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人權之類。中國大陸發展到最好，也只可能成為一個巨型的新加坡，也就是一個沒有出版自由、新聞自由、信仰自由、司法獨立等等基本公民權益，卻讓你衣食無憂的地方。這當然只是富人和貪官衣食無憂，這種管理顯然從人類的養豬經驗中衍生出來的。而西方哲學家蘇格拉底早就忠告世人，寧為痛苦人，莫當開心豬。將中國建設成一個吉尼斯世界紀錄的大豬圈，當然也總不會像新加坡豬圈那麼乾淨，實在不是很值得自豪的事情。新加坡的例子可見，經濟發展不是必然會帶來政治改革的。台灣必須潔身自愛，跟中國大陸劃清界限的最關鍵原因不是別的，就是因為2個地方的文明已經相距太遠。中國本土官民經過2000多年的胡天胡地，已經成功地把過去華夏被化外殖民包圍的格局倒轉過來。今天中國本土文化之低之劣，莫說是東亞，舉目寰宇也難覓對手。台灣所傳承的中國文化，看來不是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七彩文化，而是大抵自鄭成功以還的官方儒學專政的死水文化。以此不利條件，而有今天的政治自由和均富式的經濟繁榮，實屬奇葩。這朵奇葩怎樣長出來的呢？一是台灣屬於中國的邊陲地帶，而且有海峽相隔，中國本土文化不容易徹底覆蓋，中國本土政府也無心經營。晚至17世紀中葉後，也就是1662年，才因為鄭成功逃亡到台灣島，趕走荷蘭人，之後全面漢化起來。而台灣一直到1684年才被滿清統一，第一次被收進中國版圖，絕不是什麼自古以來的。所以清世宗雍正1722年繼位時下詔曰：台灣自古不屬中國，我康熙神無遠介，拓入版圖。其他清朝著名學者如魏源、趙翼等，也一概認為台灣自古不屬或不利中國，只是到了中共掌權後，台灣才於一夜之間變成自古以來的中國領土而已。是以相對於其他中国本土地帶而言，台灣過去所遭受的汉文化毒害是较輕的。其實要不是鄭成功逃到台灣搞2個中國，很難想象清廷會對台灣有那麼大興趣。
情況跟近200年後國民黨趕走日本人逃到台灣後搞2個中國，進而將中國本土的漢人文化、制度和政治爭端帶進台灣，幾乎如出一轍。從這個角度看，台灣一直是任人宰割、無可奈何的沉默羔羊，而來自中國本土的敗將殘兵則一直一廂情願地要台灣人不問緣由，毫無保留地跟他們一起背負東山再起、逐鹿中原的大漢皇帝夢，以及一家獨大的儒家道統。梁啟超歌頌日本治理台灣的成績，固然台灣正式沾染中國本土文化的時間較短，另外也非常重要的是，它至少經過2個文明水平遠在中國之上的外來文明的教化，也就是荷蘭和日本的教化、善化。总而言之，就是文化排毒和啟蒙。荷蘭人不仅致力於鏟除台灣原住民的獵頭風俗，並且教以文字，傳以福音。整體而言，是讓台灣人第一次領略現代文明的滋味。日本優質文明和中國劣質文明的文化大戰，在甲午戰爭後日佔的台灣土地上轟然展開。女子纏足，男子蓄髮，全民吸食鴉片煙等漢人幾百年到上千年一直議而不決、決而不行的故伎，落在日人手中，立刻應聲而潰。這些成績當時除了獲得國際社會的讚揚外，連最熱愛祖國的中國思想巨人梁啟超也於1911年遊歷台灣後，很痛心地傾吐對日本治台成績的讚美。我這次來到台灣，真正的動機是因為這些年來一直住在日本這裡，經常閱讀日本的報紙和雜誌，他們不斷稱讚日本治理台灣取得的成就。每次看到這些報道，我心裡都深受觸動。我常想，同樣是在太陽月亮之下，同樣的山河土地，為什麼交到不同的人手裡，結果竟然會如此不同？如果不親自來看看，又怎麼能夠真正了解呢？台灣歸屬中國統治200多年，每年的財政收入不過60多萬元，可是日本接管台灣才10幾年，每年的財政收入就已經達到3800多萬元，今年預算更提高到4200多萬元。如果中國本土各地也能夠像台灣這樣治理，那麼還有什麼貧窮值得擔憂呢？台灣在行政管理方面有許多值得稱道、十分完善的地方，其中難道就沒有1-2項值得我們學習的嗎？例如改革貨幣制度、實行專賣制度、興修水利、調查土地和人口、推行公共衛生等措施，都有獨到之處，並且運用了當時最先進的技術，受到世界各國一致的讚美。既然事實如此，我又怎麼能夠違背自己的良心去詆毀它呢？我們的國人又怎麼能夠不虛心學習這些經驗呢？梁啟超對日本治理台灣的讚嘆，並且想要學習，跟其後另一位愛國者孫中山對英國治理香港成績的推崇，並立志將中國香港化的做法驚人的吻合。從台灣、香港、新加坡、南韓、澳門以至昔日中國逐漸的發展均凌駕中國的歷史來看，中國本土管制水平遠遜於殖民統治，當然不是例外，而是常態。中國的文明在梁啟超那個年代到底是處於一個什麼樣的水平？且不說當時中國婦女依然要纏足，中國人依然會被凌遲，從清末大官李鴻章外訪時的表現就可推知當時中國的文明程度。例如他在英國探訪舊友常勝軍葛登將軍的家屬，獲贈一只曾於多次狗展中獲獎的獵狐名犬，李鴻章卻認定這是送給他吃的，回去吃完後還回信說很好吃。荷蘭女王伸手讓他行文手禮，李鴻章以為是索賄。最荒唐的是，在中俄談判期間，屬於東亞病夫典型的李鴻章不斷咕嚕咕嚕地把痰吐在名貴地毯上，但在中國人的世界，這個李鴻章已經是知書識禮、滿腹經綸的中國紳士。這樣的一個文明，你相信可以給台灣帶來什麼？所以一些學者如中央研究院的周婉窈博士，在其頗暢銷的《台灣歷史圖說》裡依然說，在中日馬關和談中，這個遠離甲午戰火的海外孤島竟不幸被議定割讓給日本，這是台灣近代悲劇命運的起源。這就令人相當費解，台灣落入日本之手，是千年不遇的擺脫劣質漢文化，
展開文明升級的大好機會，也因此台灣在2次大戰後才有超過70%的學齡兒童就學率，以及其他各方面均雄視整個中國本土的發展水平。日本人就如英國人改造香港那樣，幫台灣人解決了中國人搞了幾千年也無能為力的難題。加之台灣的祖國又不是文明比日本人文明更高的北歐、西歐或北美诸國，而是中國，落入日本之手又何來不幸悲劇呢？這豈不就是梁啟超說的違背自己的良心去诋毀他呢之論？我不是不知道殖民統治的奴性本質，只是很難找到一種比中國統治模式更奴性、更惡劣的殖民統治。中國不經殖民無以重生，台灣能夠先後被2大先進文明殖民統治，從而奠定了走向現代文明的穩定而不變的基業，這是整個中國本土所沒有的福分。從過去200年的歷史來看，已經花季終結、千瘡百孔的中國文明，除非經過強力的殖民統治，否則難以像火鳳凰那般浴火重生。著名中國通兼《西遊記》我的前半生英譯者的詹納爾教授，在其力作《歷史的枷鎖》裡深刻地反思說，中國數千年的專制官僚系統已經滲透了所有在此環境下成長的腦袋，要擺脫這樣的思想枷鎖非常困難。我一直認為，新加坡、香港和台灣等地都是因為有外來的殖民統治，才得以打斷中國的官僚傳統，從而仿照外國模式行事，推動社會發展。其中只有中國已經擁有強大軍力，這樣的打斷中國文化枷鎖的做法已經不可能。的確，這個年代誰還敢大搞殖民事業呢？殖民主子也不是呼之則來的，而且看來是一去不復返了。現在中國本土民眾如要享用蠻夷戎狄的文明制度，就只能遠走高飛國外，或者高薪聘用外國顧問好了。台灣於1662年跑來一個文明水平較低的鄭成功政權，比走文明水平較高的荷蘭政權，當然是台灣的厄運。但要不是鄭氏家族佔據台灣稱王，觸犯天無二日的中土天條，清朝也未必會勞師動眾將台灣武力統一。要是台灣不是中國領土，那麼甲午戰爭後也就不会變成日本的殖民地，並由此走上現代文明之路。歷史的發展何其弔詭，但歷史是否總是這般塞翁失馬式的重演下去呢？台灣再一次墜入劣質文明體系如中國的統治之後，是否又是福禍相符的歷史情節？從中國本土50年來的統治來看，不問這帖狗皮膏藥叫武力統一還是一國兩制，恐怕很難有人會稀罕什麼塞翁失馬的了。原載於2003年9月開放雜誌